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台湾朋友们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了呀！在讲节目之前呢，请容我先感叹一句：这天下之大，这咱们小黄人怎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啊，都是在夹缝中生存，活得那么憋屈的呢？你们看，每一次出现好的东西的时候，出现历史机遇的时候，本来是好事儿，本来能变得更好的情况下，可是咱们华人却总选择走最坑自己的那条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啊？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说到了共产台湾金融管理办法，对吧？新台币 USDT 要归零。这个也是大陆朋友们要面临的问题。可是似乎，在加密货币实名制监管这块啊，台湾貌似走得更快。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然后呢，我会在节目最后呀说一下雪崩的事情。雪崩链看起来似乎不太妙呀，该怎么办呢？咱们放在节目最后再揭晓。OK， 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A 机械类的蛋，以及我直接转账的$500的大奖哦。你拿到钱想干啥干啥，哥奖给你的，哥有钱。那已经有很多台湾朋友、大陆朋友、观众们、面粉们都已经获奖了啊。那你们想要获奖，就积极的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好，来说正题啊。前天我的节目中说到了台湾有禁止外国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可能性，并且呢，还有这个数位新台币也在议程上。我看到的官方的说法是，最快明年就能开始在台湾搞试点。其实，不管是什么收税呀、加密货币呀、数字台币呀，这就是一张包围网，什么实名制呀，什么大数据呀，对吧？在这里啊，有一个盲区，那就是民主社会的人可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有多强啊，可不要觉得有一个选票了，有一个民主了，你就无敌了，你就能把权贵阶层，就能把这些当官的全部控制在手里了。我告诉你们，在任何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力量一定是远远强于底层百姓的力量的。为啥？大家有听过这个民主监督呀、民主选票呀，这些东西是为了干啥的？不就是为了制衡官员、官僚、权贵们的力量的？那我问你，如果说他的力量比你弱，你还需要制衡、牵制他吗？不需要。那你既然需要牵制他、制衡他，是不是就已经等于默认了他的力量比你强，对吧？这个逻辑没有错吧？好，那既然站在这个正常逻辑下，我们能想明白，官僚权贵阶层力量是远大于底层平民阶层的。那我们作为平头老百姓、平民，是不是对于官僚权贵们必须时刻的提防，对不？因为他们力量比咱们大，他们可以随时的搞个政策，或者把咱们怎么样，对吧？反过来看呢，当民众开始强烈支持、歌颂统治者的时候，那么奴役与贫穷也会随之而来。正所谓傻逼不问出处，我只问那些理性点的台湾人啊，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来啊，歌颂政府、相信党、相信政府的傻逼台湾人越来越多了，政府说啥就信啥的那种，并且呢，也确实是，你看现在啊，政府想干什么，想搞的什么事情，目的都达到了，对吧？食品上、金融上，咱们来看金融啊，来看这张图，这个是5月份的新闻，当时他就说到了，金管会针对虚拟通货划入洗钱防治子法草案召开听证会，民间业者普遍反映这个法案原计于在7月1日上线，过于仓促，故经过沟通以后，金管会拟定要延后这个上线议程。那至于为什么要出这个虚拟货币实名制啊？政府给出的理由当然是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反洗钱、反黑恶势力呀，对不对？政府肯定是这样说的呀，不然他还能怎样说？
他要说我想控制你们，我想割你们的韭菜，我想看你们每个人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啊。好，我们继续来推演一下，相信政府、相信党的下场是什么？他说了，原计划7月1日上线太仓促，延后执行吧。延后 OK 没问题。咱们作为台湾民众，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准没错的。一定要相信这个新闻，政府说延后，一定是延后的。然后呢，我就笑了。大家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上的正式通告却又说了，金管会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虚拟通货平台以及交易业务事业防治洗钱打击恐怖资金办法的法案，将虚拟通货平台以及虚拟货币交易业务事业、虚拟通货交易业务事业纳入洗钱防治管辖范畴，要求业者落实确认客户身份 KYC、记录保存可疑交易、申报洗钱防治等义务。不知道大家看到亮点了没有？看，之前说要延后，结果呢，只是心理按摩，缓兵之计，缓解大家的这个反抗情绪。这个心理按摩就跟大陆一样，说那个数字人民币不会那么快来的，怎么的，别担心啊，不会那么快的。然后呢，还是按部就班，照常上线，对吧？台湾早在2018年就成立了风控法遵循洗钱犯罪防治部门，专门处理什么反洗钱呀、金融恐怖呀，包括实名制呀、KYC 呀，还有那些机构的监管、金融机构的监察。这里面就包含了有调查局、刑事局、金管会、经济部等各个部门联合执法。看，其实面具人我觉得吧，所谓的反洗钱呀、扫黑呀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带有一点文革的风味的。为啥？因为我问你，看用交易所的、玩加密货币的人，是不是所有人都是恐怖分子？是不是所有人都用黑钱？不是吧？那既然不是，那你为什么必须要用一个反恐怖分子、反洗钱的统一标准去统一的对待这些人呢？对吧？你以这个名义去对待那些并不是恐怖分子、并不是洗钱的人，那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对吧？其实所谓的反洗钱呀、扫黑呀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是针对谁啊，谁可以不受这种法律的约束啊？反正在大陆，我知道党员习近平他们的钱始终都是干净的，只要在党内没有站错队，是绝对不会被反洗钱、反黑、反腐的，对吧？好，大家再看这张图啊，台湾民众用户们都表示很满意，积极的配合实名验证过程。你看这个文体很像大陆的文体呀，某某民众表示很满意，某某民众表示强烈支持。我就不知道了，这某某民众是指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啊？难道这一群人当中都满意吗？没有一个不满意的吗？我之前节目就专门说过了，台湾已经开始施行人民代表制度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在政治上你就是要被代表，你没被这个代表都不行。你作为一个台湾民众，你本来不满意，但是呢，人家就是要说台湾民众都很满意。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这加密货币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现在这个 C2C、BB 交易反而要实名制了啊！加密货币交易、虚拟货币交易反而要实名制了啊！现在是针对的交易所，对吧？那我就可以脑洞了，交易所整治完了以后，下一步是不是就轮到了各个钱包公司、钱包网站要实名制了？那钱包公司、钱包网站实名制了以后，那等于说在这个区块链上面，交易所前端后端钱包交易所全部都被实名制了，你还有啥可以藏匿的？没办法藏匿了，对吧？我觉得吧，到了这个份上不远了，离那一天真的不远了。其实你们要记住，政策和统治学讲究的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逐个击破，然后呢，能骗就骗，一点点的给你心理按摩，按摩群众，软化群众，分化群众，然后再收买一批支持者，推进这个事情。面具人，我告诉你们那些个鼓吹相信政府、相信党、人民有力量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纯傻逼，另一种就是纯坏逼。
如果说你有点智商的话，你是一个有脑子的、有人脑的台湾人，吃人饭长大的台湾人啊，还是会觉得我们有选票，政府必须听人民的话，人民能操纵政府。那面具人，我就告诉你们，傻逼往往都觉得别人是傻逼，觉得自己牛逼，牛逼往往都不会低看别人，牛逼反而很谦虚，觉得自己总是美中不足。脑瘫类型的台湾人，你们以后呀就闭嘴躺平，不要反抗，相信政府，相信党，乖乖吃猪肉，乖乖的被割韭菜，躺平就好。政府给你安排什么，你就相信就对了嘛，对吧？相信政府，相信党。那至于能看清现实的有人脑的台湾人啊，不是傻逼的台湾人，可以选择加入我的会员群，我给大家留有后路，买卖币呀，投资项目呀，包括一些入场先机呀，还有一些潜力项目的前期布局机会。因为你们看，雪崩链、AXS、Axie 啊，平头哥，这些都是我的战绩嘛，历历在目，对吧？我再给你们提醒一遍啊，你不要去相信什么，政府有力量，政府会保障人民的财产安全，政府帮你扫黑除恶，政府帮你维护财产。来，面具人，我问你，你的财产要是被维护了，你要是更加有钱了，你要是不给上面上供了，那我问你，上面的那些官僚权贵们，他们的钱从哪儿来？他们如果没有力量能够镇压你，能够控制你的话，他还如何割你的韭菜？他还如何问你要钱？他还如何操控你？他还如何让你去上班生产劳动力？他还如何制定你从教育、生活、医疗、媒体的方方面面？你别觉得你有选票，你怎么样了？你什么都不是啊！你的脑子都是政府的。为啥？你别说我是什么这个讲中共文化的。来，你从小学上的课本、听的教育，有没有思维引导？有没有洗脑？你平时手机看的抖音、油管、短视频，有没有思维引导？有没有这个洗脑的成分？你看的报纸、看的电视、听的这个广播、看到的、听到的，来告诉我，我是搞心理研究的啊，我很清楚，我比你要清楚得多，我比你要明白得多啊，什么样的东西对心理的影响，对人的思维的影响有多大啊？你觉得你不会被影响？那你既然觉得你不会被影响，那我再问你，这些什么政客呀，这些官员呀，就算是要在民主选票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打广告？他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做节目，要给你传输某种思想呢？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信呀。你信了以后，你就中招了啊！尤其是单一的接受某种单一的信息以后，你的思维能力会越来越差，因为你没有对立面去反驳你，没有一个自我辩证，没有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你会被单方面的信息一路洗脑，洗到你就是只要是这种类型的信息，说啥就是啥，听懂了没？所以说有脑子的，万一以后口子越来越紧你只要不是猪，你是个人，你就能想明白，要给自己留后路，对不对？至于那些个天天喊口号的，相信政府，相信党，人民有力量，我们有选票的傻叉们，他们到那一天就只能跟大陆的那些个被强拆的相信政府、相信党的小粉红们铁锤打到自己头上了以后，才会知道哭天喊地。可到那个时候，哭天喊地，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而你却因为之前的明智的选择，能保存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对吧？好，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 AVAX 的走势啊。目前呢，雪崩已经跌到了，也不能说跌了吧，雪崩链已经崩到了$120左右了，刚才可能已经跌到了116、115美金左右了并且呢还有向下探的趋势。那针对这种情况我最低看到的是$114左右，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当然了，那我只要说出来了，肯定就会对你们形成一定的心理暗示，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只要你接收信息，你就会被信息影响，对不对？当然
你们自己也可以再酌情的往下去保守的去看一看。那企鹅币我目前看的点位就是1.4、1.3呀，甚至1.2。但是呢，我说过了，企鹅币从1.3到0.8、0.9的那个波段已经结束了，之前的顶就是现在的底啊。之前企鹅1.3基本上就到顶了，可是呢，现在你看啊，企鹅它跌破1.3、1.2还是比较难的，除非 AVAX 跌回80多。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关键位置啊 ，AVAX 114美金左右，企鹅币1.4、1.3、1.2左右，都是他们的很可能的一个底部反弹的点位啊，并且呢，企鹅币还有一个对投资者非常有利和安全的好消息。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下期节目再公布吧。相关的资料我也已经放到那个会员群里面了。哦，对了，幽灵币大家可以再看一看啊，稳得很。稳稳的稳，而且呢，币安现在啊还是按兵不动，他就等着看面具人我的基金会里面的人扛不住啊！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人早就跟币安共同进退了，扛死到他那个底点啊！我就等着看你币安能扛还是我们能扛啊！而且呢，我就等着幽灵币，看着他跳僵尸步，我看他跳到啥时候能爆发。今天讲的内容啊，偏提高智商一点，偏时政一些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那些个文革类型的傻逼台湾人天天相信政府、相信党，人民有力量、人民有选票的那种啊。听完我的节目以后，有一点点的反思。如果他能有，那证明他还是一个正常人啊，有人的这个多方面思考的能力。如果说他听完以后还是觉得，哎呀，你这个说的。哦，你骂我哦，你说我们的政府不好，你说我们的党不好，那你就是坏人、敌对分子、黑五类，必须要打倒。那我只能说这种人，我家养的那条狗也知道别人咬我的时候，我的狗也要去咬它，至少也要对它2声，对不对？好，如果各位有想要加入面具人我的互助群的，包括参加我接下来的平台的，我告诉你，我能让你每个月赚一些稳定的收益，而且你也没啥成本去投入对你都是有帮助的，你能用得到的。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当然你也可以不加继续去洗脑祝你好运，再见。